哎呀！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国小米。这脚法，这是逼着我赚钱的，你不赚这个钱都不行。哎呀！看，两个都一样。哎，起来了。这脚法用了差不多4、5年了吧，都这样了。脚法就不说啥了，再看看这管，这管也不咋地，和脚法都锈到一起去了。没断的这个部分呢，给它敲掉，不然不好掏呀。有这一节，很多师傅认为大力前夹着，然后再试试，何必呢？费那个劲干嘛？还不如上我的洗刀呢，几分钟一个，掏也特别快。这个洗刀用了差不多2年了，还是嘎嘎的快呀。在切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别把那个水管的内丝给切伤了。切割完之后还得我这个大钢钉来配合一下，有个小锤子这么一敲，一片一片都掉出来了。评论区也有师傅说这个不好用，还不如钢锯条呢。反正我知道我们同城的师傅呢已经人手一个了。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，因为他们都现在不找我掏脚法了。不开玩笑了啊！但是掏这个脚法呢，大家还是要注意。配合钢钉敲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，这也是熟能生巧。只要你掏的多，方法呢、经验呢，自然就总结出来了。出来了。这边热水器的2个脚法看上去也不怎么地了，要换干脆一起换了。提前换是好的，别等出事儿了拍大腿。虽然这2个脚法没有给它拧断了，但是看这个脚法已经开始渗水了。可见他也命不久矣啊！不管是装修公司还是私人客户，我现在用的脚法呢，都是传统的好脚法。好脚法的成本虽然高一些，但是你把这个道理给客户讲清楚，99%的客户都是能接受的。水管里面的杂质呢，要冲洗干净。最近直播呢，也给大家分享脚阀和生料带啊是怎么缠绕的。脚阀呢要给它做一个拉毛，这样防止生料带会退。生料带缠的薄厚呢也是有讲究的，这个装饰盖能扣得上很关键。如果缠多了或者顶退了，这个盖是扣不到墙上的。这套浴室柜可不光是换2个脚阀的事儿啊，把这个台盘也拆下来，看看那个下水已经断掉了，水龙头也不行了，水龙头漏水，而且这个水管呢已经生锈腐蚀了，也快不行了。结合现场情况呢，大家看了之后也可以引以为戒。我们在选择这些脚阀、水龙头、水管的时候呢，其实尽量买好一点的。不光是这些啊，如果装修一套房子一味的追求价格便宜，住几年之后可能地砖磨损了，墙掉皮了，柜门也脱落了，水龙头也坏了，包括花洒也不出水了，热水器也不热了，灯也坏了，开关也烂了，哎呀，这种情况太多了。说了这么多呢，其实最关键的还是2点，一方面是大家用水，一方面是大家用电。用水，如果你脚阀水管坏了的话，家里没人，未能及时发现，自家的房子可能会被泡，也可能会影响到楼下，涉及到赔钱赔款。像电更加危险，如果用的是劣质的开关插座，用的是劣质的家用电器，很可能会造成短路、漏电等等危险的情况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我们好像每个人都是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在这个社会上生存，要无限的放大自己的这个技能，其他方面好像我们都退化，很多东西啊都不懂。我们出去干活呢，经常会遇到很多业主说你家的水阀在哪？总阀门。他说我也不知道。电闸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。怎么开怎么关？完全不知道。这样的人其实非常多。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我不理解。突然间回忆起小时候，我感觉我爷爷那真的是神一般的存在。我感觉好像他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懂。他不光会种地啊，甚至他还会养猪、养鸡、养牛、养羊。种地的话，他知道什么样的季节该种什么样的谷物，该种什么样的瓜果蔬菜。甚至家里面用的一些简单的农具啊，都是他们自己做的。笤帚啊、扫把呀、簸箕啊，这些他们都会做。
往大一点的说，小的时候啊，还记得那个窑洞，那都是我爷和我奶，好像他们2个人，自己盖起来的，太伟大了。这么伟大的人，你感觉是不是他特别有文化呢？其实你扔一本书给他们，也许他们大字不识一个。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一批人，几乎人人都是这样。不过我感觉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，其实也是幸运的，最起码有那么一段记忆是我们亲身体会到的。像现在的孩子根本接触不到了，也许几十年之后，我们只能当故事呢去给他讲一讲，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。米师傅经常分享一些关于安装或者维修的视频呢，一方面呢是可以和同行之间互相交流、互相学习，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于业主来说，每一个家庭来说，可能看一些米师傅的安装视频或者维修视频，知道自己家里面有一些小问题呢，自己可以处理，可以动手处理。另一方面呢，可以说我们准确的去判断一些问题啊，提前发现，提前避免隐患的发生。当然也有可能会触及到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吧，我在这里澄清一下，我绝对不是故意的。像这个客户家，本来我们是来换水龙头的，拆水龙头的时候呢，脚阀坏了，我们提前换了，避免了风险，也同时把热水器的脚阀也换了，防止后期的隐患，包括这些下水管、水龙头。其次我们在检查阀门的时候呢，发现水槽的水管也一直在漏水，就把厨房水槽的水管呢也全部换了新的。就是这种情况呢，会被很多业主误解，有很多师傅呢也会发现隐患，然后跟客户去提，但是客户不懂，然后又不理解，觉得师傅是故意搞钱，说这个不行了，那个不行了，导致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市面上真的没有好师傅了。